哎呦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韩师弟此番游历，可是有什么奇遇呀？四下巡游了一番，灭了几名作恶的魔道结丹修士。魔道？有何不妥吗？二位放心，韩某并未留什么首尾。魔道结丹修士，多半是亲传弟子。好啊！正魔两道都是一丘之貉，我可还记得上次三派事件，他们算计我们的账。师兄还因此受了伤，到现在都没恢复。你此举也算是替我们出了一口恶气呀！师兄过奖。哎，走，韩师弟，咱们喝茶去，边喝边聊啊！来！哎，对了，师兄，听说了吗？近来玉林宗的东门长老和鬼灵门的碎魂真人，在虚国地界狠狠地做了一场。这两个老鬼平素轻易不出山门，这又是为何呀？谁知道啊？反正这魔道之人就没几个正常的。呀，你醒啦？你是谁？道友身上的味道还挺好闻的，兴许是养了不少灵兽的关系吧。哎，罢了，既然你已经醒了，就随我去见主人吧。主人又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你的问题好多呀，西国云梦山。云梦山，天道盟。哎，行了，别做梦了。哎，把你带过去之后，我还有好多活要干。哎呀，走吧。镇族灵兽，不愧是御灵宗的好弟子，对于御兽之道，还真是钻研颇深呢。
你们为何跟踪我？鬼灵门和魔焰门的修士找上我，也算事出有因。可你们御灵宗，我似乎没有招惹过呀。前辈，禁锢了本宗的圣物，小女子才不得不奉命前来追查此物的行踪，绝无冒犯之意。圣物？你说的是这东西？这灵液乃是御灵宗花费数代人心血炼制而成的。前辈放心，上面并没有什么禁制标记，是我与一名师姐修炼了一种特殊秘法，方能远距离感应灵音方位。但若身处天道盟，与魔道相距如此之远，是绝对无法感知的。炼制？这妖婴竟是御灵宗炼制出来的，那肯定大有用处了。此事涉及我宗隐秘，若是泄露半分，想来，给本座听听吧。这赤木灵液可以和修炼过特殊功法的木灵根修士进行融合，甚至可以凝结替代元婴，直接获得元婴期的修为和神通。直接进入元婴期。若真是如此逆天，你们御灵宗岂不早就一统魔道了？前辈目光如炬，这灵玉炼化的材料的确极其苛刻，核心关键在于需要门内长老作化时溃散的元婴，还需赋予融合仪式，必须5行元婴同时主持才行。这适配者也寥寥无几。更重要的是，依靠此功法，进阶的修士拥有的也只是结丹期的寿元。果然，这法子与修炼煞丹一样，都是有很大隐患的速成之法。不过人造元婴，也着实是匪夷所思了。前辈既已知晓，小女子的命也就没用了吧？你之前驱使那几只灵虫，是七重榜上的6翼双弓吧？以你的修为，怎么会拥有这种上古灵虫？放出来，我再看看。前辈也知晓我宗的七重榜。晚辈是从一处上古修士的荒废洞府中寻觅到这些虫卵的，本以为是死灵，但没想到机缘巧合之下，终是孵化出了几只。听宗内的长辈说，此虫虽成年后神通无穷，但培育起来却困难无比。等它们长大，至少要上千年的时间。因此，倒也一直没人打他们的主意。我自有办法，让他们短时间内提升1、2阶。故而，我对此灵虫还是颇有兴趣的。另外，我听说御灵宗的驱虫术也有些独到之处。这驱虫术乃是御灵宗中不传之秘，若是泄露出去，即使回宗，也是抽魂炼魄的大罪。再说，这灵虫已与晚辈血脉相连。行了，你想说此灵虫自幼便以你精血喂养，即使此刻现于我，也无法驱使，是也不是？
本座自不会强夺你的灵虫，不过它们产下的虫卵必须交予我。得到了虫卵和秘术，我便放你离去。晚辈回宗也是死路一条。若是成为散修，恐怕这辈子都与结阴无缘了。况且，晚辈已经知道了前辈的身份和所在，前辈岂会轻易放晚辈离开呢？那你打算如何？难道想让我立下毒誓，还是想用自爆灵虫要挟我？啊不，晚辈不敢，只是斗胆想向前辈求一个自保之法而已。柳玉自问没有家族背景，在宗内也没有师长提携，一身修为全凭自身侥幸走到今天。若前辈不弃，小女子愿从此拜入前辈门下，恳请前辈收下晚辈吧。只有得到前辈的庇护，晚辈才敢将一切毫无顾忌的告知。否则，即使前辈不杀我，玉灵宗也绝不会放过我的。倒是懂得审时度势。心思细密，胆量也还算可以。2个条件：一，你要受我神魂禁制；二，只是记名弟子，本座的功法未必适合你修炼。这都是应该的，能捡回一条小命，柳玉绝无半句怨言。徒儿拜见师父。事已至此，我自是不会出尔反尔的。你就改个名字，从此加入落云宗吧。多谢师尊成全之恩。你先回去密室调息一下，明日我便带你去见落云宗另外的2位长老。是，师尊。是师尊。主人一贯是不愿意收徒的，若只是要这秘术，完全可以搜魂醒来的。哦，莫非主人对这6翼双弓还另有妙用？不错，按现在的进度，想将所有乾蓝冰焰全部炼化，最起码也要200余年。而这6翼双弓的寒气，能够大大缩短炼化时间，甚至还有增幅的奇效。音乐，你还记得玄古老魔当初施展的修罗圣火吗？自然记得。那种级别的魔焰，人若是寻常修士，怕是当初在夺鼎时就形神俱灭了。幸亏当时情况紧急，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。否则，若真让他修炼成了，不说纵横一界无敌，也绝对是少有对手。难道主人也想融合此火焰？虽然我不知此火是何来历，但它的威力明显更胜乾蓝冰焰。若是我猜的不错的话，
随着6翼双弓的寒气进阶，此火吸纳后的威力只会更加强大。照选蛊的方式，以玄魂阴火作图，随后再将提炼完成的乾蓝冰焰投入其中，再加上6翼双弓的独特冰焰，并以辟邪神为加以驱使。到最后，恐怕不会弱于修罗圣火多少的。主人纵横天南，真是指日可待啊！灵眼之术、灵眼之玉，还有上次带回来的灵眼之拳，想必今后修炼的成效又能提升不少。如今虽已结成元婴，却是更要保持警惕。毕竟那些修炼到元婴中后期的修士，哪个不是活了几百年的人精？岂能没有各自的杀手锏？得来的诸多秘术，还是要尽早掌握。收下吧。谢师尊。还有一事，既然在洛云宗安定下来，自然要适当培养一下自己的实力，以免消其闭塞。此女懂得察言观色，又善于与人交际往来，想必用不了多久，便会在宗内熟人起来。哎，甚好，甚好啊！本宗又多了一位结丹女修。白凤峰的宋世侄一直缺个副手，刘世侄，或可一试啊！全凭师伯做主。好好好。愧是以驱虫术闻名天南的武道大宗，这虫甲术操控下的宝甲，要比之前的战甲坚韧太多了。是变强了没错，就是看着平平无奇的。我给主人设计一个。等以后有机会了，把样式也升级一下。不过更神奇的还是这玄牝化婴大法，这的确是能创生第二元婴的逆天神通，但其条件也极为苛刻。首先，必须侵占其他元婴，将其神识抹去，并与自身同化。这其中要冒着神识反被同化吞噬的风险。
其次，还需要准备一具元婴级别的躯体，让第二元婴进行夺舍。元婴修士，别说是活捉了，便是想下重手杀死，也是千难万难之事。不过好在，有先前柳梅提到的五行灵婴秘术，不需要元婴修士，只要让灵婴和结丹修士融合即可。如此看来，将此物炼成第二元婴，十有八九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不过此事有太多变数，还得从长计议，做好万全准备才行。韩师弟，交易会的时间快到了，要动身前往九国盟喽。年轻真好，可惜喽，我的寿元不多了。师兄，又说笑了。以师兄年纪，最起码再有个100-200年是没有问题的。自从上次受伤之后，亏损过多，即使从此再不与人斗法，也顶多硬撑个50-60年的样子。不用安慰，时也命也，否则我何必如此心急地拉拢韩师弟加入咱们落云宗呢？不过现在看来，我确实没看走眼，可以安心了。师兄派出的弟子，真的查出韩师弟来历了？说出来你别不信啊！哦，咱们的韩师弟，100多年前曾被那黄风谷那个灵狐老怪当成弃子处理了。是吗？那老鬼要是知道现在的韩师弟，估计得捶胸顿足啊！毕竟黄风谷在九国盟的日子不太好过，光凭他一个元婴支撑下去，太勉强了。想到你不会独木难支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飞遁了数月，可算是到了田天城附近了。被我二人带着飞遁这么久，木仙子也是辛苦了。请。吕师兄挑选的路线，避开了正魔2道大派镇守的国家，这才有一路的风平浪静。这几百年来，宗内都是程师兄主内，我主外，东跑西颠，为兄习惯了。不过话说，这100年一次的交易大会，改在这田天城举办，也是最近才开始的。此前呢，可都是由正魔2道分别把持。自从正魔大战开始后，各方势力都不再放心了。如此一说，还真是便宜了九国盟。不过，我对这田天城的传闻倒真有点兴趣。哦，听说当年木兰法师联军曾一度打到虞国境内，最终就是被新结盟的九国修士利用此城的上元灭光阵击退的。此战中，光元婴修士就阵亡了数位，不可谓不惨烈。这毕竟是全天南唯一的修士之城。不过韩师弟，此城绝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倒是没有想到，此次师弟也把木仙子一起带来了。他正好修炼上遇到了瓶颈，有这机会出来开开眼界也好。
毕竟，若是无法成功结丹，此次盛会说不定是他此生唯一一次参加的机会了。你说，咱这个韩师弟到底所修的是何功法呀？傀儡术、炼丹，还是御剑符箓？修炼之徒万千造化，他总归得是有一样擅长的吧？毕竟刚刚结营，能自保就好啊。哎呀，咱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个师弟，可不能出了什么事。哎呀，可惜呀！若是咱们这韩师弟也是主修水属性功法就好了，我定将我这一手千浪诀，里面的桃木神通教授于他，就算斗法失败了，也不至于丢掉了性命。不过师兄，还请放心，咱好歹也是元婴修士，做师兄的第一次带师弟出门，断然不能让师弟在外受了欺负。韩师弟，此次闭关修炼，你在修为上可有？公子，出什么事了？有对修士正故意向我们这边飞来，其中有元婴修士。元婴修士有吗？还真是的，想不到师弟身世如此强大，竟比为兄还早感应到一点，当真缜密。都到这儿了，韩师弟的神识还保持着全力放开。倒说不上全力放开，只是自动感应的罢了。不过远处的那名元婴，看起来也是神识不弱之人呢。哪里像是修士做派，分明像是帝王出巡，如此招摇，过于不合情理了。元婴老怪的性情，还真是容易被功法影响的千奇百怪。南陇侯，这个人过来干嘛？他难道也来参加交易会了？韩师弟，千万不要乱说话。这老怪物神通广大，脾性怪异，但当年我曾和他有一面之缘，一切由我来应付。敢问里面可是南陇君侯？在下落云宗吕洛，见过道友吗？你谁呀？300年前，曾随家师木离上人。原来你是木离那酸儒的徒弟啊！没想到连你也结成元婴了。听闻令师300年前一别后，回去便作画了。哼哼，真是有点可惜啊。话说你身后这2人是什么人？面孔生得很啊！啊，君侯，这位是新加入落云宗的韩立师弟，旁边的这位姑娘是其侍妾，姓穆，穆姑娘。
韩师弟啊，君侯是家师的舅舅，你也来认识一下吧。见过南陇侯。韩立，新进阶的元婴修士，有意思，就是不知道神通如何。让本侯来试试吧。元婴斗法吗？韩立，新进阶的元婴修士，有意思，就是不知道神通如何呀。让本侯试试。这万万不可！韩师弟才凝结元婴数年，怎可能是南陇道友的对手？放心，本侯不会以大欺小的，只是用神识比拼一下。君侯说笑了，神识争锋危险异常，怎可轻易比试啊？你着什么急啊？说不定韩道友自己愿意一试呢。况且，此地已经身处田天城千里之内，交易会期间，似乎有一条特殊的规定。君侯所指，莫非是强行交易？不错。那位姑娘，我见犹怜啊。正好，这2名宠姬我也有些厌烦了。反正姿色和修为都差不多，就用他们2个和你交换，如何？哦，看样子不是很情愿呢。那就比拼一下神识强弱吧。若是你赢了的话，本侯的2名爱妾就送你了。刘师兄，强行交易，什么规定？韩师弟，这强行交易是田天城交易会期间的一条特殊规则，目的就是在不伤及性命的前提下，让元婴修士之间解决争端。眼下真是麻烦，就是九国盟执法在此，也无权干涉对方的。韩道友若是怕受伤，也无妨，那就直接交易好了。反正2换1，你不亏。好啊，比试一下。若是韩某侥幸赢了，也不要君侯身边的爱妾，只想知道南陇道友一定要神识比试的真正理由。道友可不要说是见在下不顺眼，或者真是见色起意了。好，
答应了。公子，师弟多加小心呐！若是不行，就马上认输，师兄会出手阻止的，千万别受伤。好小子！君侯如此用意匪浅，韩某对此事还真是有点好奇了。跟聪明人说话就是不累，要不是刚才你扫过我时让我觉得你神识不弱，本侯才不愿意亲自下场找你比试。韩某初结元婴不久，正想试试神识和其他元婴的差别。其他原因，我可来得好。能否胜过对方？不好说。常理来讲，神识化形得到了元婴中期以后，才可能靠强大的神识之力掌握。但韩师弟这个，我终于知道了，韩师弟主修的功法就是神识类的。神识竟然还在增强，如此一来，公子也有一拼之力了吧？不太好说。南陇侯早在300年前就已经进阶元婴中期，现在恐怕离后期也不过一步之遥。想要胜过这种老怪物，难呐！竟然是势均力敌。不错。终于要认真了吗？
此等威力，真是令人……快看，有元婴修士对决，谁是恐怖如此啊？已经动用了10之7八的神识之力，此人仍能轻松接下，游刃有余。难道他的神识真的在我之上？比试到此为止吧。再继续下去，韩某恐怕真要支撑不住了。韩道友太过自谦，功法不论，单论神识，道友绝不在本侯之下。此次比试就此作罢也好，否则真伤了和气。修士之间，无论达到何种境界，终归还是要以实力说话的。你的实力我已经了解了，既然如此，阁下倒是符合参加行动的条件了。不过，此事关系重大，这里不便明说。交易会开始的第4日，道友可以到这玉简上标明的地方一聚。本侯到时给你介绍几个人，还有一桩天大的机缘。机缘？介绍几个人？哈哈哈哈！你这个人有点意思，懂得藏锋敛锐。若是一个不留神，就容易在你这儿吃大亏呀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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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乖张行事，锋芒毕露，也是另一种隐藏心机的手段罢了。彼此啊！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神识耗费了一点。我的好师弟呀，你瞒得为兄好苦啊，白让师兄如此担心了。师弟可从没有瞒过什么，只是2位师兄从未问过而已。来，不过还是真没想到，师弟竟能和南陇侯比拼神识不落下风。唉，此人成名已久，在整个天南的散修中，也算是排得上号的。此人出身
也是鲜有人知。若再和这种人打交道，啊，师兄，刚才的动静恐怕会引来不少修士，不如我们现在出发。哦，对对对，刚才虽然虚惊一场，不过师兄和我对你一直好奇的事，终于有答案了。哦，是何事？你主修的功法呗？啊？神识方面的，还能有啥呀？哎，不过师弟无需多心，我们只是瞎担心。虽然不是什么功法之道，也算不得什么诡异遁速的犀利神通，也不是什么御兽阵法的辅助，但是呢，自保就行了呀。咱们落云宗可以自保，就很好了。这就是甜天城。怎么样，韩老弟？是不是难得一见如此巨大的城市啊？这可是咱全天南唯一的修士之城啊！此城虽大，但和我见过的天星城相比，更像个军事要塞。哎呀，这每次一进甜天城100里之内，就得步行过来，这规矩定得真是麻烦。此等禁制，对我等元婴修士而言，只是一种表面文章罢了。吕师兄遵循此等规矩，恐怕还是因为此城的真正主人吧。韩师弟不光神识过人，见识也过人呐。没错，九国盟盟主魏无涯，后期修为一步登天，威震天南，确实是一位人物啊。魏无涯吗？这里常年处于战事前线，还得防备木兰细作。唉，木兰和天南不同，他们几大部落可是团结得很呐。反观天南，嘿，算了，走吧，咱们先去别处。来看看，看看需要点什么？你这灵果跟我们花语国都不一样呢。来看看天梯门独有的练习材料，来先看看。哎，这位道友，你也来看看，独有的。来，老板，那个，你来看看呀。这个是吧？啊，看看。韩兄弟，
就是此处了。天道盟驻田天城的驿馆，专供各宗长老休息的。这里呢，有元婴级的禁制格局，不会受到打搅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韩师弟呀，这不吕兄吗？怎么来得如此早啊？蓝兄到的可比咱早啊！来，给你隆重的介绍一位。这位是我们落云宗新晋的太上长老韩立，想必你也听说了，我就不用介绍了吧？见过蓝道友。道友突破时引发的动静，老夫感受的可是真真切切呀！能有如此修为底蕴，当日在圣树里，老夫看走眼也不奇怪了。韩某也是久闻圣树大名，这才进入圣地看上一眼，对三派并无恶意。蓝道友莫要介怀。哎呀，这么说来，那一日在灵树内有一些未解的疑惑，便说得通了。蓝道友此言何意？哎，无妨，圣树安在，就是最好的解释了。过去之事无需再提。对，我信你。对了，老夫准备去金龙阁参加元婴交换会，不如二位和我一起过去看看。哎呀，韩师弟呀，咱们可算来着了呀！我跟你说，像这种级别的交易会，那可不常见呐。再说，要是不去的话，岂不是见识不到那些宝物了吗？那可不是。那就依蓝兄所言。公子，那我就在这等你。这玉佩已注入灵力，可产生灵体护罩，凭此可自由出入这里，千里之内我都会有所感应。多谢公子。请。韩兄，请。蓝兄，这金龙阁还有多远啊？马上就到了。就是这儿。活了几百岁了，还是爱玩这套幻术的把戏，真是。进去吧。里面请。您的面，请。不利呀！来，到这。天津老鬼！在下乃落云宗吕洛，见过天津真人。这是我落云宗新加入的太上长老韩立。韩师弟，这位是天津真人。落云宗韩立，见过天津真人。
道友年纪不大，身世倒是十分了得呀。行了，老鬼，其他人到的差不多了吧？快开始啦！这2张巫灵面具，二位收好。蓝兄，你还需要吗？切，少消遣老子！我这身形啊，谁不认识啊？凭幻术幻化身形，又能瞒得过谁呀？哎呀，走。哎。这面具当真神奇，在他人眼中，我多半也会变成这般模样。2楼面积竟如此之大，此人幻术颇为了得。元婴老怪，果然个个都不简单。老蓝，也就他不戴面具了。古剑门，云梦山脉吗？哼，正道和魔道的家伙来的还真是不少啊！看来是来对了。如此多元婴修士，远超我平生所见之总和。真是修为到了什么境界，才能接触到什么阶层的修士？别看此时这么安静，估计全都在默默传音呢。韩师弟，这里面有些人自视甚高，故意放出了功法。有合欢宗有名的肥叉双魔，对我们天道盟可是敌视的很啊。还有2个元婴中期的。哎呀呀，还真是座无虚席呀！欢迎诸位道友赏面，来此寒舍。若没有什么意见的话，交换会就开始吧。那老夫先起个头。此物正是传闻中冰火精之中的赤精之。如此狂躁的火灵气，至少也得3000年了吧？灵石10万，或者土属性同阶的炼丹炼器材料。10万灵石，比预想的要低啊！这赤精之的难寻程度，恐怕不差于九曲灵参太多的。要是不要10万，他好像挺穷的吧？老蓝的脾气肯定要还价，那可是赤精之，还价也没用。别种属性的材料行不行？老夫只要土属性的才行。你看我说对了吧？啊，肯定是下情不光。我这头一件怎么就没人抢了？可能今年财力都有限吧。赤精之也算珍贵灵药。这位道友，土属性妖丹可否感兴趣？道友可有高阶妖丹？天南上村的高阶妖兽可着实罕见，必须得是7级的，6级的话得2颗才行。哼，就高阶妖丹这种东西，主人身上可有过太多了。天南大陆毕竟不是外星海，说不定这些人都没见过什么元婴妖修吧。成交。
成交了，10万灵石。看着轻松写意，绝不像缺钱的。主人，他们好像都在打量你呢。无妨，凭我现在的神通，就算面对元婴中期修士，也有办法稳稳脱身的。恭喜2位道友，那么接下来请自由交换。此物只换毒符木。交易成功。相似的也行。没一个是我的。来，看来到了元婴期后，只有与同阶交换才能获得资财了。水火属性6级妖丹各1枚，千灵草2株，交换庚金。6级妖丹，2株千年灵草，虽然价值不菲，但庚金，他可来错地方了。或者庚金的消息。道友，庚金这等绝品之物，想必道友也是知晓的。即便是这些材料，恐怕也换不到。但若只是消息，那未免也太过大方了。毕竟消息归消息，离真到手，那可是天差地别的。就像何人不知，这天南最大的秘宝长眠之处，是那传说了数万年的坠魔谷呢？他提这个干嘛？我都忘了这地方了，毕竟很久没人敢去了。坠魔谷。坠魔谷。是啊，坠魔谷，还真是好久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了。传说中，那里曾是上古战场，那些早已失传的道法神通过于惊人，甚至撕裂出一道道的空间裂缝，空间紊乱，奇阵如律，可谓是步步杀机。多少年了，不知有多少自恃神通惊人的高阶修士贪图上古失落的遗宝功法，结果都未能活着出来。留在里面的各种奇宝越积越多，这些年来已经没有人再敢去碰运气了，彻彻底底地坐实了天南第一兄弟的名头啊！此等大凶大恶、十死无生之地，那些想进去的，可不是光碰运气。只叹如今，就连安然踏入的机会，也不留给我们这一辈修士了。为了财不外露，才拿出这些价值较低的东西，没想到如此多的元婴在场，竟连庚金的消息都没有。诸位道友既然大多换到了所需之物，临近最后，老夫倒也有几样小东西。傀儡，品级不低。这是结丹初期的傀儡。这天津真人难不成是千竹教的人？天津兄，金光功不练了吗？怎么改修傀儡术了？
这几只傀儡是老夫前不久与几位道友在一处古遗址中寻到的，如今是囊中羞涩，拿来换些东西罢了。贫道想换的比较罕见，在上古时期被称之为魂石。你知道魂石吗？真人口中的魂石究竟为何物？老夫是闻所未闻呐。无妨，贫道手中恰好有一块。哎，这不就是主人有一堆的英明兽精吗？兽精，魂石，果然没错。这类上古傀儡需要的法力供给就是大量魂石。当下正缺高级傀儡与其炼制之法。这不是刚才买赤金枝的道友吗？魂石这东西他居然会有。道友，快前来，让贫道仔细瞧瞧。道友这枚魂石如此之大，倒真是少见。这些傀儡，道友尽管挑选2个。2个，有些不妥吧？这枚魂石，就换真人的全部傀儡吧。全部？道友，不觉得太贪心了吗？贪不贪心，真人应该很清楚。这些傀儡的确罕见，但这魂石又何尝不是？若没有此物，再多的傀儡也只是摆设罢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，真人？好吧，毕竟如此大的魂石，确实罕见。赌对了，他一定也知道魂石和傀儡的关系，也知晓炼制之法。全收了，这魂石这么值钱吗？韩师弟还真是深藏不露啊！真人若是还想要魂石，今夜寅时，我会再来的。此次交换会，师弟还真是收获颇丰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都很久没见过这么多元婴修士了。等这次交换会结束，下次再开，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。蓝兄啊，2位道友，我另有些事情，就先不回去了。既然蓝兄有事在身，那就尽管先去忙。告辞。这不高兴了。这位蓝道友有点意思。这位蓝道友啊，幼年时误食了一株异草，所以呢，容貌身形就始终保持着童子模样。但他呢，为人豪爽直率，算是为数不多的可交的外派同道。那吕师兄既然如此说了，等下次有机会，韩某便分享给他一些棋谱吧。师弟有心了。毕竟古剑门里难得有这么一个对咱们落云宗友善的长老啊。虽然师弟神识不凡，见识过人，但是呢，还是要广结善缘呐。尤其是这种同阶之中最为犀利的剑修，你可见过剑修斗法是恐怖的威力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剑诀这么一掐，化剑为丝，他还不知道主人有70多把剑，甚至可以以无妨，这吕师兄也挺有趣的。放心了，韩师弟，有机会啊，我一定会带你见识一下的。
真人，约定的时辰已到，该现身了吧？能在田天城中举办元婴交换会，背景一定不简单。欢迎道友再次光临本阁。仅元婴初期就敢只身前来，道友就不怕我强夺魂石吗？有点意思。道友难道就不怕我强夺了你的傀儡炼制之法吗？如果真人还想装糊涂，不愿与韩某真心交易，哼，恕韩某不奉陪了。且慢！数日后，拍卖会正式开始后，会有一块庚金。其主人就在西门外的一座小山中，道友若是感兴趣，可以去试试。还有傀儡之事也可商量，但你也必须告诉我，是如何获得这些魂石的。可以。阴冥之地，阴冥兽，这……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这魂石是货真价实的，换取阁下手中的傀儡术，道友也不算吃亏。否则空有法门，没有魂石，又有何用？你想怎么换？若是全力一击，能有元婴期的威力，就算送你20-30块，又何妨呢？都是这种品质的魂石，真的能炼出元婴级傀儡？韩某既已出口，就绝不是虚言。唉，既然如此，此法便是道友的了。老狐狸，唉。怎么？这里面最高等级的傀儡，甚至能堪比元婴中期修士的攻击，难道还不符合道友的要求？可要求的主材料过于逆天，要上万年份的铁木，还有几种材料我都闻所未闻，让我上哪儿去找？这炼制之法对我毫无作用。唉，这贫道就爱莫能助了。修仙一途，人各有命。真人迫切地寻找魂石，难道不是已经找齐其他的材料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要自己炼制了？哦，只不过在古遗迹中找到了2只半成品的高阶傀儡，将魂石融入其中即可。好了，在下已经将这傀儡术交予你了。那么，剩下的魂石，这次是韩某不慎，吃了哑巴亏。不过，我也不会有什么怨言的。东西两清，就此别过。跟老夫比心眼儿，还是太年轻了。跟
主人比心眼儿，他可真是想太多了。不过刚才主人演的也太真了吧，我都差点被你骗过去了。万年铁木对别人来说不太可能，但有小绿瓶在，只是多花一些时间罢了。至于其他材料嘛，虚天殿中那些傀儡残骸中应该都能找到，只要慢慢收集一些辅助材料就好了。这全力攻击相当于元婴级的傀儡，如果真炼制出来，自然是威力无穷。底牌自然是越多越好了。嘿嘿，没错。走吧，去会会那个庚金主人。本命法宝的威能提升是最重要的。快让我瞧瞧！大友，请看。你家这卖的东西挺全的。对，除了法器之外，我们还经营各种东西，包括法器炼制。那我先再看看。走，您再来吧。别走啊！价格好商量。我们再看看啊！你听说了吗？昨天拍卖会上有一个东西拍到了70多万灵石。当然听说了，叫羹什么的。主人也不要过于介怀。那倒没有。这价格确实过于虚高，况且只有核桃那么小的一块，就算得到了，也勉强只够7、8口飞剑的。就是，那庚金主人也是，除了灵石，非指明要什么传说中的化衣神泥，太难为人了。好在拍卖会上，倒有几种炼制傀儡的辅助材料，也不算一无所获。走吧，去符箓店转转，研究那降临符，还需要一支高阶的制符笔。您拿好。功法、法宝、傀儡、符箓，啊，主人哪怕到了元婴期，要操心的事还真是不少呢。哎，弄回来东西不赔就想走啊？没说我不赔，我只是刚才逛别的店都花完了。那你弄回东西不赔？而且只是个火云符，值300灵石。哼，怎么了？就值300灵石？怎么说话的？哎，这声音好耳熟啊！是他也来了，去看看怎么回事吧。就300，想耍赖吗？好，这是我宗的身份令牌。暂时寄存在这儿，我现在就回客栈找我同门师兄弟借灵石，行了吧？嘿呀，一文不值的破牌子，我要它有什么用？万一你跑了，我还能追到西国去。哎，来，大家都来看看啊！哎，堂堂一个落云宗，竟然还要赖账啊！要打人了啊！哎，看，这怎么还打人呢？是啊，卖东西付灵石天经地义的，火云宗的人都这样。你这火云符顶多就值100灵石，是你损坏的吧？啊，自己惹的事当然承认，但是你要不赔，休怪本人不讲情面，通知本城的执法使了。执法使？这必须得通知。对，不还是向着你们？这有一些符箓，足以暂定200-300灵石。符箓？这可差！哎，这招不行！干什么？竟然还想抢东西！一张破成这样的旧符纸，看把你紧张！你们落云宗都穷成这样啊！谁？你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只是听阁下3番2次说我们落云宗如何，能当韩某面再说一遍吗？元婴修士，弟子孙火，拜见韩师祖。弟子眼拙，不识师祖真身，多有冒犯，望师祖恕罪。
前辈息怒，不知此地发生了何事，可有晚辈效劳之处？没有什么，只是听见贵城的这位店主对我们落云宗颇有微词，故而想让这位道友当着韩某的面再讲一遍而已。啊，明白了，必然是此店主在这胡言乱语，断不敢顶撞前辈。你们几个还不快赔罪！前辈，晚辈有罪犯了口业，但绝无对贵宗无礼的意思。刚才这位道友损坏的火云符，晚辈情愿不要赔偿，只当是给前辈赔罪了。对，赔罪了，赔罪了。怎么，你以为我在这里是想以大欺小，占你便宜吗？你这符箓，当真是什么大师绝版之作吗？我看看，若是真的，临时我赔你；若是假的，前辈饶命啊！这确实只是普通符箓，晚辈甘愿受罚，甘愿受罚，甘愿受罚，甘愿受罚。前辈请放心，此人如此不守规矩，晚辈定会重罚，给前辈和贵门一个交代。那便交给你了，我也没这闲工夫管这小事。是，前辈放心，都给我带走。跟我走。告诉你，一会儿老老实实的交代。走。是。适才那张旧符纸，再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哦。你祖上是不是也出身虚国呀？师祖怎么知道？在嘉园城里开客栈的，名叫孙二狗。师祖这都知道。元婴期的神通这么厉害的吗？元婴修士也不是算命先生。这张符箓是我留下的。啊！您就是族谱上记载的那位仙人，晚辈乃孙二狗的第7代玄孙。哎，坐。不，怎么变得这么瞻前顾后起来？当年你筑基了，不也能与我这炼气师弟平辈相交吗？今日让你做，你便做。算起来，自从我结阴之后，倒是没怎么见过你。怎么，不是一直念叨要拜个师傅什么的？其实，当时知道您的真身之后，晚辈倒也想过再去拜访。前辈，您是知道我的，我最不擅长这种事情了。也是，这一点倒是跟以前一样。也罢，你资质不错，只是有些不得其法。这样吧，你回宗之后去白凤峰，寻我新收的结丹徒弟柳梅。平日修炼若有不明之处，可以找他解惑。谢师祖。我也给吕长老传音，你就先去他那间阁楼暂避风头吧。此间鱼龙混杂，须臾之间敌我难辨。城中虽有规矩，但若私下遭了算计，不一定每次都有人助你。是。哎，等一下。你那把剑，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你买的时候让人宰了，不值那么多灵石。这把，你拿去用吧。这怎么好？谢师祖。主人对这孙火还真是格外的照顾呢。没什么，只是此人性子磊落豪放，不善心机，倒像个游侠之辈，总让我想起一位故人。
交易会第4日，还请道友来此御简标明之地一聚。有劳君侯久候了。韩道友，果是信任呢。道友来的正是时候，请。一会儿我与道友逐一介绍。诸位，韩道友到了。是你？结丹后期了，挺出息的嘛。这另一人，想必就是当年燕家堡那位患病的小姐了。没想到，在此地还能遇到故人，真让韩某有些意外。怎么可能？你竟结成了元婴？怎么回事？你认识这位道友？二伯，此人就是我与你说过，那个黄风谷姓韩的。放肆！韩道友已经是元婴修士，又岂会和你一个小辈一般见识？在下鬼灵门王天谷，当年之事是小知不识真人，多有冒犯，但还望道友看在此次同行的份上，将此事暂且接过，如何？即便当年我与王小友有过一番局域，但时过境迁，韩某又怎会与一个晚辈计较？阁下多虑了。计较？此人3番5次欲置我于死地，我跟他的账可还没算完呢。那就谢过道友了。回去后我会严加管教小侄的。倒是道友，不过短短200余年，就从筑基进阶到元婴，当真令人惊叹。若是假以时日，即便是元婴后期，也并非不能指望。哼，如此看来，王某与在场诸位，倒都是显得资质愚钝了啊！这老东西想让我成为众矢之的吗？这位道友，当真只有200余岁吗？诸位，稍安勿躁。韩道友，请。今日大家相聚在此，共谋大计，切不可为些许小事伤了和气啊！各位道友虽境界不同，功法各异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神识都异常强大。其他人倒还好，怎么还混进来2个结丹小辈？有道友，像我等这般神识强大之人，可实在是不好找啊。这2个小辈虽修为尚浅，但2人联手施展秘术，短时间内神识可是不弱于元婴修士的，倒是勉强可以一用了。
今日邀诸位来此，是想延请诸位陪本侯跑一趟木兰草原。我没听错吧？木兰草原？道友误会了，我指的不是深入其中，而是在100里之外的边缘地带。那也是非常冒险的事，外人不知，但我等各势力高层都心知肚明。木兰人这些年蠢蠢欲动，如今正驻扎在边境之外，还聚集了不少与我等同阶的元婴法士。万一被其察觉，陷于敌阵，又当如何？恐难全身而退呀！元婴法士精于各种高阶灵术，本侯曾和他们交过手，确实难缠之极。哼，那又为何要去啊？说的是，南龙道有三思啊。所以那地方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冒险啊？侯不希望有除我等以外的第10人知晓。云道友，请吧。苍坤上人的一级洞府，够不够分量啊？苍坤上人，你是说传说中数千年前力压正魔2道的那个狂修？力压正魔2道，狂修，苍坤上人。苍坤上人，在天南的历史上，能被正魔2道魁首皆称之为疯子的，也就是他了。当年这位胆大包天的狂修，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天南第1人。一身神通高深莫测，横扫正魔2道，难逢对手，但终是犯了众怒。天南各派元婴群起而攻之，相传那日此人以一敌10，打得天昏地暗，终是法力枯竭，当场爆体而亡。一代传说也就化为了尘土。但传闻终归只是传闻，说不定这个故事也还有另一种结局呢。当日濒死之时，苍坤上人自爆了修炼的傀儡化身，施展瞒天过海的手段逃了出来。不过经此一役，也是元气大伤，不复从前。直到我和云道友找到了其坐化之地，才从遗留的信息中得知，这老疯子自知时日无多，竟打起了坠魔谷的主意。最后冒死闯入此谷，还成了天南历史上唯一活着走出坠魔谷的人。苍坤上人，还有坠魔谷。天南第1狂修所留遗址，可能源自坠魔谷中的奇珍异宝。无论是哪一个理由，对于我等元婴修士来说，都是难得的造化。只是韩某不解，二位为何不独享这天大的机缘？莫非是这遗迹的开启
需要数位神识强大之人。实不相瞒，若是我二人能够独自取宝，那自然是不会与他人分享的。但洞府外设有一上古禁制，若是用蛮力消磨，势必耗时良多，容易被木兰人盯上。但若能集齐8位神识高强之人协力出手，不出1日，此禁定可攻破。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完了。有人想退出吗？想来也没有。那我们接下来便共同立下心魔誓言，绝不将此事外泄。怪不得这2人找的全都是元婴初期的，明显是怕真到分宝之时被人反客为主。如此维持平衡，也算煞费苦心。不过确实，元婴之后若是只靠苦修远远不够，只有冒险在机缘造化中寻得契机，才能继续迈出一步。回去之后，将你与他之间的恩怨再细细说与我听。此人明显对你恨意未消啊！是二伯，没想到当年一念之差，竟给自己树了一个大敌。不过，你也不用过于担心，以血灵大法的无上威力，你们夫妇联手，也不见得就真惧怕那小子。待此秘法再行突破一层，你2人皆可尝试结婴。到时候谁找谁的麻烦就不好说了。不过，此行你们夫妇不要离开我太远，以防不测。多谢二伯。那小子原来曾是黄风谷的修士。那灵狐老鬼好像也来参加交易会了，他和那老鬼不会有什么瓜葛吧？罢了，无妨。这交易会还没结束，韩师弟，这就要走了？事发突然，有些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。佩灵，还请吕师兄照拂一二。放心，放心，我呢定会将他平安带回落云宗的。韩师弟，有事尽管去忙，宗内有我和你程师兄。你跟着吕师祖多逛逛，长长见识，也不算白来一趟。给你的玉佩一定要贴身收好，若遇到危机，可以自行激发抵御。我亦会有所感应。好的，公子。诸位道友，可都准备好了？出发吧！韩道友可是第一次来这木兰草原，此处数万年前也算物资丰饶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水源枯竭，黄沙漫天，已成不毛之地了。前面有点不太对劲。
风灵术。以前与我交手的法师，施展的就是这种名为红尘万丈的困敌灵术。可隔绝神识甚是麻烦。不过此番阵仗，仿佛是将此灵术范围扩大了千百倍。莫非我们已经暴露了？情况可能更糟糕。我们这是撞上了木兰人的先锋军吗？百年养精蓄锐，木兰又要开始与天南的战争了。没人会料到，他们竟敢趁着交易会期间正面开战。事已至此，两条路，回去，另寻时机再来。但是世事难料啊，这期间若是出现什么差池，也说不定呢。即使绕开此地也不是办法。木兰人不可能就这一股先锋军，我们可以先隐藏身形，看看能否从中穿插过去。只要避开聚集的元婴法师，就能过去。木兰入侵，先锋已至，不可轻视，速速备战。走吧，总有一仗能传到。希望九国盟这些人撑久一点。主持此阵的必是元婴法师，这数量不好，神识无法探出太远。大家都小心点，千万别走散了。护得还真是周全。等一下，有人掉队了。韩道友为何不走了？诸位，没有发现什么不妥吗？道友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在风沙里飞了这么久，一个法师都没有碰到。况且周围的景色一直也没有改变，代表了什么？各位心里很清楚。莫非有人施法暗算我们？没错，方才我也觉得有点奇怪。看来只能先做过一场了。只敢围困，不敢一拥而上，说明高阶法师不多。速速突围，对方多半在等待援军。神识受限，明清陵木也无法分辨，此阵没那么简单。出口一共有7个。神识都不好使，肉眼还能瞧出什么？看本侯的定心盘吧。跟本侯来！那2个元婴中期都没发现须弥虫的存在，那个元婴初期的绿修士却感应到。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们起，除
除非动用魔神幡。穆上师传音说，穆上师，天风部和我们黄沙部向来不和。若真是对战起来导致圣幡损毁，我们凭什么坐稳这部族之中的位置？况且，木兰各部族向来矛盾已久，反观人家天南，面对大战却如此团结。哼！此次先锋大军由天风部率领，消息既已发出，就让他们去解决吧。我们走。好了，有惊无险，总算可以松口气了。到此处已有些距离，那些木兰人就算后悔了，也追不上我们。不可掉以轻心，这法师中有许多厉害的角色，拥有的神通也都不可思议。我们不好，是御风车！敢这么追过来，一共5个援营，他们想缠住我们。不必缠到，分头脱身。3天后在御检标记处集合。